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监察御史沈敬言谏言失当，构陷朝臣，牵连江南贪墨案，本当严惩。念其往日威劳，革去所有官职，举家发配东海荒岛，垦荒戴罪，刑期3年有功，方可议赦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东海荒岛那是什么地方？荒无人烟，连吃的都没有，去了跟送死有什么分别？东海荒岛，我上辈子可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，别人眼里的死地，在我看来，有椰林，有滩涂，有礁石湾，遍地都是能吃能用的宝贝。这哪里是流放，分明是朝廷请我们全家去度假。婉瑜，好孩子吓傻了是不是？别怕，有爹娘在呢。母亲，我没事。到了岛上，这些才是真正能救命的东西。妹妹一定是在强撑着，我必须处处护着她。就是这儿了，岛上无民无屋，朝廷给你们留了2袋糙米，半袋红薯种，4把农具，好好垦荒戴罪，3年后自有定断。我的天爷呀，这地方连个房子都没有，可怎么活呀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一家子都得交代在这儿。椰果能解渴，香茅草能驱蚊，礁石滩退潮后全是顶级海味，滩涂正好可以晒盐，有吃有喝，有地方安家。这哪里是流放，分明是世外桃源开局。哭也没用，先找水，再找吃的。这岛上饿不死人。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哪里懂荒岛求生的门道？找水？这荒岛上哪来的水？一个姑娘家，别在这说大话。野果子乱吃是要死人的。就是啊，深闺里养大的，知道什么轻重。别瞎折腾，再把仅剩的口粮糟蹋了。二叔二婶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婉瑜既然开口，自然有她的道理，总比坐着等死强。明州，你作为大哥，你就由着他胡闹。我信我妹妹。婉瑜，你说去哪找水？大哥跟你去。先去那边，青椰里的水能喝，先解燃眉之急。回头再找地方挖渗水井，存长久的淡水。青椰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这树这么高，又滑，怎么爬上去？我来。婉瑜，小心点儿。没事。大哥尝尝。这果子长得古怪，闻着没什么味道，谁知道有没有毒？甜的，真的能喝，太解渴了。婉瑜，你怎么知道这东西能喝？太厉害了！以前看书上提过，试试就成了。咱们多带几个回去，给爹娘他们也尝尝。这是什么？绿莹莹的，能吃吗？别是什么野果，吃坏了肚子可没药治。我喝过了，没事。爹，您尝尝，清甜的很，特别解渴。确实不错。好孩子，爬树累坏了吧？你看这手都蹭破了，快过来，母亲给你擦擦。我也想喝。婉瑜，你方才说还要挖渗水井？是，椰水只能临时救急，长久过日子得有稳定的淡水。背风坡有植被的地方，地下有渗滤的淡水，挖沙坑就能出水。这场灭顶之灾，好像真的没那么可怕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需要人手尽管吩咐。
我跟你去挖。今日退大潮，正是赶海的好时候。礁石滩里藏了一夜的海货，这会儿全露出来了。早知道多带点干粮了，这地方连个野菜都不见得有。别愁了，跟我去海边，我带大家找吃的。海边除了海水还有啥？总不能啃沙子吧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妹妹，我跟你去。爹娘，你们也一起来吧，多个人多份力。什么东西？海怪！有海怪吃人！我的娘啊！这长得张牙舞爪的是什么怪物？别是有毒吧？婉瑜，这奇形怪状的东西可不能乱吃，咱们就算饿肚子，也不能拿性命开玩笑。龙虾、青蟹、生蚝，放在现代都是价格不菲的顶级海鲜，到了古代反倒成了吓人的海怪。这叫青蟹，没毒，肉特别鲜。那个是龙虾，肉更嫩。还有这个生蚝，叫开就能吃，煮着吃更香。大哥，你尝尝。好吃。姐，这个真的能吃吗？能啊。姐，这个真的能吃吗？能啊，你看，煮熟了打开壳，里面的肉特别香。好了，母亲，您尝尝。好吃，我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。没想到荒岛之上竟有如此美味，婉瑜，你真是咱们家的福星。太好吃了，姐姐最厉害。好孩子，以前是母亲对不住你，忽略了你，到了这地方，反倒要你一个姑娘人撑起全家。母亲别这么说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你妹妹有大本事，以后家里多听她的。儿子知道。这东西放不住啊，可惜了这么些好东西，明儿就得臭了。要是有点盐腌起来就好了，咱们带来的那点粗盐，做菜都不够用。都怪我，当初收拾行囊，竟忘了多备些盐巴。爹，这不怪你，谁也想不到。盐，我们自可以做。自己做？婉瑜，你莫不是饿糊涂了？盐乃官府专营，私自制盐，那可是掉脑袋的死罪。大哥，你听听，他要害死我们全家！好不容易捡回条命，我可不想被当成盐法砍了头。婉瑜，休得胡言！我沈家世代清白，绝不能行此等违法乱纪之事。父亲，大晋律法所禁者是煮海为盐，贩私活利。我们如今身处荒岛，无米下锅，做盐只为自救度日，何来贩私二字？朝廷把我们流放到此，就留2代糙美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力更生、垦荒赎罪吗？若连活命的盐都没有，不出半月我们不用饿死，也会因缺盐而全身无力，虚脱而亡。死人还如何戴罪立功？爹，妹妹说的对，法理不外乎人情，若是连命都保不住，还守着那些死规矩给谁看？大哥跟你去挖盐田。明州，你疯了！这是跟着他一起胡来。二叔若怕，大可坐在这里喝海风。我也去。婉瑜说能活，咱们就能活。我也帮婉瑜姐姐干活。二弟，婉瑜说的对，活下去才是对沈家最大的交代。从今日起，家里大小事儿都听婉瑜的。大哥，不必多言，若有罪责，我沈静言一力承担。晒水分4步，引入海水，蒸发浓缩，过滤杂质，结晶出盐。大哥，你和父亲负责在涨潮线下方挖4个梯田状的浅坑，坑底要哈实。母亲，你带明宝去海边捡些细沙和木炭来。二叔二婶，麻烦2位用竹筒往第1个坑里运海水。全家总动员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这套梯级纳潮晒盐法绝对极其高效。妹妹，咱们接下来干什么？等。
出盐了，真的出盐了，咸的，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这是极品雪花盐，就算是当今皇上吃的也没这么纯啊！我的乖乖，居然真的是盐！现在盐的问题解决了，当务之急得把昨天抓的青蟹海鱼赶紧腌制风干。妹妹，在看什么呢？那是岛？不，看潮水流向，那边该有定期的渔船航线。咱们手里有极品雪花盐，还有风干的顶级海货，等攒够了分量，咱们就能跟过往船只换铁器、换布里、换两种。当我们全家还在为生存挣扎时，他的目光竟已经看到了走出荒岛、通商天下的未来。我定要护住妹妹这片征服大海的野心。这几日午后都有雷雨，潮气太重，窝棚住不了人。我们得建个屋子，离地3尺，用木头做桩，上面铺板，再用椰叶盖顶，这样既能防潮，又能避开蛇虫鼠蚁。就按你说的办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父亲和大哥，你们去林子里砍伐合适的木材做梁柱。母亲和明宝可以去捡拾大片的枯椰叶，用来铺顶。二叔二婶，麻烦你们去把我们之前砍下的椰柱干合力拖到这边来，做地基的短桩。哎呦，这一大清早的就使召起长辈了，我这身子骨可搬不动那死沉的木头。婉瑜啊，不是二叔说你，这建房子是大事，得有个章法。你一个姑娘家别瞎指挥，依我看，不如先挖个地窖，冬暖夏凉。二叔若是有力气说这么多话，不如搭把手，早点干完活，大家都能早点住上安稳屋子。地窖，这海边地下3尺就是咸水，二叔是想让我们全家都睡在盐水坑里吗？二叔，这些木桩为何还在这里？人老了不中用，实在是搬不动了。婉瑜啊，你和明州年轻，多干点也是应该的。应该的，我们一家子累死累活，你们坐享其成。二叔，这家是所有人的，不是我妹妹一个人的。沈明州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是你长辈，你爹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。既然二叔二婶觉得跟着我们是受了委屈，那不如就按规矩来，我们分家吧。婉瑜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怎能分家？爹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既然有人只想坐享其成，不愿意出力，那绑在一起只会拖死所有人。我赞成妹妹的提议，分，现在就分。大哥，你都听到了，是你的好女儿要分，可不是我逼你的。这日子不过了。对，分家，把盐给我们一半，粮食也一半，咱们各过各的。好，现在就分。糙美分作2份，红薯种1人1半，工具1家2把。这些是你们应得的。作孽呀！婉瑜，你二叔他们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有些人不饿上3天3日，永远不知道米饭是什么味道。道理是讲不通的，得让现实来教。也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。娘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是他们自己要分的，路是自己选的。吃饭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屋子还差一半，明晚之前得盖好。都怪你，非要分家。现在好了，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万一有蛇虫野兽怎么办？你闭嘴！当初是谁跟着起哄的？现在都怪起我来了。有那10几斤盐，还怕换不来好日子？盐能当饭吃，能当火烤吗？明宝都饿得直哭了。
我要回家，我不要待在这鬼地方，我要找姐姐。当家的，孩子发烫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跟我走！二叔还有脸回来？明州，别说了，快让孩子过来！风寒入体，问题不大。娘去拿块姜来，切片煮水，加一小撮盐，给他灌下去，再用湿布巾搭在他额头上。二叔，我救明宝是看在他是我弟弟，是沈家的血脉，这跟分家是两码事。万一二叔知错了，我们还能回来吗？想回来可以，但我们家不养闲人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立一个新的规矩，所有人每天干的活由我来分派记录，吃的用的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，不劳者无食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立一个新的规矩，所有人每天干的活由我来分派记录，吃的用的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，不劳者无食。谁要是再偷奸耍滑、搬弄是非，那就不是分家这么简单了。我会把他一个人丢到岛的另一头去，自生自灭。我们干活，我们什么都干。父亲，您是长辈，这个规矩您来做个见证，您同意吗？好，就依婉瑜说的办。从今往后，谁不守这个规矩，谁就不再是我沈家的人。醒了就都起来吧，醒了就都起来吧。今日任务：建好高脚屋。父亲大哥，你们力气最大，继续去林子里砍伐长木，做屋顶的横梁和支撑。放心，有我。娘，您和明宝身体刚好，就负责把我们收集的椰叶用藤蹄编织起来，做成叶席，用来铺屋顶和墙壁。哎，好。二叔二婶，昨天分给你们但没有搬完的那些短桩，今日全部搬到高脚屋的地基这里来。另外，再去礁石滩那边捡些大小合适的石块，用来垫包木桩底部，防潮防腐。搬木头、捡石头，我在京城神府可是连重一点的茶杯都没端过。好的。开饭喽！父亲今日砍了4根陈粮，这是您的。好。大哥与父亲同工，理应同得。母亲和明宝编了12张夜席，辛苦了。二叔二婶搬完了所有短桩和石块，完成了任务，这是你们的分例。巨大的羞辱感，可是肚子里烧心刮骨的饥饿，让我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反抗。这就是天壤之别。哭什么？吃完了下午还得干活，想吃好的就给老子卖力气。虽然心里不是滋味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当你背影转身后，是在人海中。暂时算是安稳了，但这一切还只是开始。逃不掉了，只能认命干活。
快漱漱口，娘给你留了最大的一块鱼肉。新的秩序正在建立。居然真的有这么多吃的。眼下房子有了，盐有了，但我们不能只吃鱼，顿顿海鲜没有蔬菜，不出1个月，人就会牙龈出血，浑身无力，得坏血病。坏血病？我在古书上从未见过这个词汇，这究竟是什么绝症？就是一种会死人的病。那里背风向阳，离水源也近，我们得在那里开一片菜地出来。好，爹跟你去。我也去。父亲，您的学问有更重要的用处，您帮我规划一下如何划分田壤才能最省水、最利于通风。另外，记录每日的天气、潮汐，这些都得靠您。好，为父知道了。二叔，你和二婶负责将那片地上的灌木和杂草都清理干净。知道了。我和大哥负责翻地。比沙地肥沃了不知多少倍，这地方极好。开荒的难度超出了想象，没有趁手的工具，简直寸步难行。这东西根本不顶用。没有工具，光靠人力，我们累死也开不出几分地。铁，我们迫切的需要铁器。姐姐，姐姐，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是野生的姜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以后煮鱼汤就不腥了，还能驱寒。这岛上有盐有鱼有椰子有淡水，如今又发现了野姜，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，只是我们缺少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。大哥，别歇了，把我们所有的银盐和鱼干都清点一遍，分成小份，下次再有船来，我们拿这些去换我们真正的钥匙。换钥匙？你是说用盐和鱼干去换铁器？对，锄头、斧头、铁锅，甚至铁钉，有了这些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这里站稳脚跟。此法可行，只是海上行船之人多是些亡命之徒，我们须得万分小心。爹说的是，所以从今天起，大哥你的任务除了干活，还要带着明宝，在林子里削制一些能用的长矛和木棍，我们得有自保的能力。好。这破玩意儿，要是换了真斧头，我一个人1天就能把这片地全砍完。可不是嘛，到时候再换口铁锅，炖鱼汤都香些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一家人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节奏：清晨赶海，白日开荒。这些就是我们全部的筹码。妹妹，你看。船，真的有船！都别慌，
大哥，去把我们准备好的木矛拿过来，守在林子边缘，不要露面。父亲，您和母亲带明宝待在屋后，万一有变，就立刻躲进林子里。二叔，在。你跟我来。你脑子活，跟我去滩头。记住，待会儿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，看我眼色行事。这种关键时刻，他竟然会带上我。好。喂，岸上的是什么人？喂，岸上的是什么人？雪岩，是上等的雪岩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哪来这么好的盐？我们是遭遇海难流落此地的船客，这盐是我们自己晒的。我们不求别的，只想用这些盐和鱼干换些能用的铁器和良种。老大，这荒岛上就一个丫头面子和一个看着就没用的中年人，咱们……那林子深不见底，谁知道里面藏着多少人？这丫头如此镇定，恐怕有诈。换东西可以，但你们的盐有多少？鱼竿有多少？我们船上可不带没用的东西。我说船老大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这盐，你看看这成色，拿到扬州府，那都是能进大户人家后厨的宝贝。还有这鱼竿，你闻闻这香味儿，用我们这雪盐腌的，一点腥味没有。我们也不多要，就换你们一把斧头，2把锄头，再来一口铁锅，怎么样？放屁！一把斧头就想换走？你们当我是傻子？最多给你们一口破锅。嘿，我说你这……船老大，我们再加20斤这样的雪盐，50条这样的鱼竿。20斤，这么多顶级的雪盐，换你们船上所有能用的铁器，一口铁锅，1袋米种或麦种。换，我们现在就交易；不换，我们等下一艘船。你换，我们现在就交易；不换，我们等下一艘船。你老大换啊！这么多雪盐，咱们带回去传手卖给镇上的大户，能赚多少钱啊？是啊，老大，咱们船上那几把破村具本来就是多余的。好，换。交易进行得很顺利，对方用一条小山亭将东西运到浅滩，大哥和二叔趟水过去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呀！有了这玩意儿，开荒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到时候干最多的活，吃最多的饭。都别看了，东西是换回来了，但不会自己变成饭。今天把菜地给我翻出来。好嘞！东西是换回来了，但不会自己变成饭。今天把菜地给我翻出来。好嘞！之前用破斧头砍一根小树要半个时辰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摧枯拉腰的力量。婉瑜，有件事为父不得不提醒你。按律法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我们在此开荒，虽是求生，却属私战。若日后有官府之人登岛，我们便是罪加一等。父亲，大周管的是大周都的子民，在这里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才是王法。是为父迂腐了。这不是私占的王土，而是我们沈家安身立命的根。父亲并未迂腐，您提醒的对，我们须有远虑，但远虑是建立在能活过今日的基础上。父亲，您的学问并非无用，
稻种如何育苗，何时下种才能保证最大的收成？这片地如何规划垄沟才能最省水、最利于通风？这些你都比我懂。我只知如何活，而您能教我们如何活得更好。我从未想过，自己引以为傲的经世学问，有一天竟能用在田间地头。好，好，为父这就去规划。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多。第一次觉得靠力气吃饭，吃得如此心安理得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这让指尖停留。婉瑜，你来看看，这是为父这几日记录的潮汐。我发现海水的涨落并非一成不变，每隔3日会有一次大退潮，今日便是大退潮，水位会比平时低出2尺有余。大退潮意味着平时隐藏在深水区的礁石群将暴露出来。父亲这记录帮了大忙。大哥二叔，今日不翻地，带上铁斧和竹筐，跟我去西边的黑礁林。去那儿干嘛？那边石头尖得很，稍不留神就划破脚。去捡银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黑乎乎的，跟石头一样，能吃？黑金豹，这东西在京城一只便能换10两雪花银。10两？这哪是虫子，这是金元宝啊！怎么弄？砸开！不能砸，会破坏肉质。用铁片或者扁平的石头撬。专门找这种背阴的身缝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等下次东西能换多少铁锅和粮食？极品红膏蟹，这东西极具攻击性，但肉质鲜美之极。涨潮了，不对，根据父亲的记录，涨潮至少还要半个时辰。这水墙是反常的涌浪。大哥，二叔，快撤！婉瑜，快过来！婉瑜，抓起石头！别被冲走！妹妹，把手给我！趴下！这贼老天差点要了老子的命！妹妹，受伤没有？他们是真的在拼命。我没事，二叔大哥，谢谢。谢什么？你可是咱们全家的主心骨，你出了事儿，我们全家都得饿死。再说，你是我侄女。混账东西，怎么没看好你妹妹？是儿子失职。行了，大哥，这浪来的邪门，要不是婉瑜反应快，我们3个都得交代在那儿。婉瑜，为父知道你能干，
但从今往后，这种险地绝不可再涉足。东西再好也不及人命金贵。婉瑜，为父知道你能干，但从今往后，这种险地绝不可再涉足。东西再好也不及人命金贵。好，我听父亲的，以后安全第一。太美味了，这伤受得值。吃都堵不上你的嘴，下次再这么拼命，看我不撕了你！姐姐，你今天好厉害，以后我也要长得像大哥和二叔一样壮，保护姐姐。姐姐，昨天的那艘船又来了。臭家伙，别愣着，带明宝往林子里躲。二弟，你们小心！船老大，今日没带盐，你们来早了。老东西，把提纯血盐的秘方交出来，再把那丫头交给我带回船上，老子留你们全家全尸。想要秘方，拿命来换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丫头，想通了？这稻种是水师战船上的军粮，你们不是渔民，你们是劫了官船，正被水师追缴的流寇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们船舷左侧有新鲜的火烧痕迹，那是水须火铳留下的。你们不敢走深海航线，只能贴着暗礁密布的荒岛躲避。你们走投无路了，你们走投无路了。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就更留不得你们，宰了他们！动手试试。大哥，点火。这堆草完全点燃，狼烟直冲云霄。不出半个时辰，附近巡域的水师战船就会赶来。你们的船吃水那么深，跑得掉吗？灭火！快灭火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片海域以后不姓海盗，姓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黑鲨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的船就是我沈家的商船。我给你们提供血盐，你们去黑市换取铁器、粮食、布匹，利润3-7分，我7你3。你敢跟海盗做生意？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海盗？要么现在点燃狼烟，大家一起死；要么按我的规矩来，你们不仅能活，还能赚到比抢劫多10倍的钱。选吧。要么现在点燃狼烟，大家一起死；要么按我的规矩来，你们不仅能活，还能赚到比抢劫多10倍的钱。选吧。这是我们在官船上顺手汤羊弄来的，我们不识货，送给沈姑娘当见面礼。3日后，我们带物资来换盐。什么破石头？这海盗也太抠门了，拿几块破石头糊弄人。这是高品位的制铁矿。有了铁矿，就意味着无尽的工具、武器，甚至属于沈家自己的船队。父亲，红点标注的地方是一座露天铁矿，只要有足够的炭火，我们就能炼出铁。不是换来的一把斧头、2把锄头，而是盔甲，是刀枪，是能造出我们自己大船的龙骨和撞礁。铁，我们自己炼铁，我们自己炼铁。婉瑜，这能换多少钱？不，这比钱值钱，这是命根子啊！一支属于我们沈家的船队，正乘风破浪。婉瑜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我知。不，你不知。开荒求生是为活命，可私自开采铁矿等同于谋逆的重罪。普天之下，铁、盐、茶皆为官营，我们私自晒盐以示行险。若再私自炼铁，那便是自寻死路，要株连9族的。大哥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咱们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谁知道？总会有人知道。今日有黑鲨，明日就可能有官船。一旦被发现，我们沈家上下便是万劫不复。父亲，女儿问你，今日若没有那袋印着官印的米袋，若女儿没有识破他们的身份，
黑沙会跟我们讲大周率吗？他不会，他只会抢走我们的盐，夺走我们的食物。然后女儿再问你，若我们一直安分守己，只靠晒盐换取微薄的物资，下一次来的不是黑沙，而是比他更凶残10倍的海盗，我们拿什么抵挡？靠您口中的大周率吗？若我们一直安分守己，只靠晒盐换取微薄的物资，下一次来的不是黑沙，而是比他更凶残10倍的海盗，我们拿什么抵挡？靠您口中的大周率吗？律法是写给人的，在那些吃人的畜生眼里，我们不是人，是两脚的肥羊。父亲，女儿也不想在这荒岛上做什么草头王，我只想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沈家的男人手里握着的不是木矛，而是削铁如水的钢刀。我只想，当我们的家人被欺辱时，我们能挺直腰杆，将他们一一斩于马下，而不是跪地求饶，祈求他们发善心。父亲，我不要王权富贵，我只要沈家之人，再不必向任何人低头。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信奉君臣父子，可到头来是这套规矩将我们一家推入了绝境，而将我们从绝境中一次次拉回来的，却是女儿这套最不合规矩的生存之道。我错了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在这片无法无天的东海上，能守护家人的，不是圣贤书，不是大周律，而是钢刀和堡垒。你做得对，从今往后，沈家不但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比任何人都硬气。为父虽然不懂炼铁，但排兵布阵、规划营地，我却略知一二。这铁矿如何开采，如何运输，如何建造高炉，婉瑜，你放手去做，剩下的为父替你谋划。没错，干了！大哥，婉瑜，你们说怎么干？我沈静行要是皱一下满油，就不是娘生的。黑沙3日后来交易，时间紧迫。明日天一亮，大哥、二叔，我们带上工具，先去探明这铁矿的具体位置和阻量。好。从营地往北，需翻过2座山脊，途经一片沼泽。海图上标记此处有瘴气，但路程最短。为父之见，当避开沼泽，绕行西侧山连，虽多走半日，但最为稳妥。大哥，瘴气怕什么？这可是铁矿，是金山银山，绕什么路？走，早去早回，早点发财。二叔，带上这个，含在口中，可避瘴气。听父亲的，我们不赶时间。还是大哥想的周到。这二叔有钱干的时候，嘴比谁都甜。婉瑜，累不累？要不二叔背你一段？婉瑜，累不累？要不二叔背你一段？不用。这是什么？能吃吗？红珠草，它的枝叶可以快速止血，消肿效果极好。果实晒干后磨成粉，是上好的香料。荒岛处处是宝，可惜他们不识货。这些花花草草哪有铁矿石来的实在？就这，我想象中的铁矿应该是乌黑发亮、堆积如山的，可眼前除了一片红土疙瘩，什么都没有。就这，那海盗黑沙耍我们？这地方看起来太荒凉了，不像是能藏着宝贝的样子。这地方看起来太荒凉了，不像是能藏着宝贝的样子。大哥，斧头给我。这声音绝不是劈在普通石头上能发出的。这铁矿石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
是真的，我们沈家要发财了！这惊人的分量，全都是铁矿。这片绵延出去不知几百丈的赤色山脉，全都是这种高品质的赤铁矿。这不是一座山，这是一座足以武装起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。婉瑜、明州，咱们还等什么？挖，赶紧挖，把这些石头都搬回去。到时候别说铁锅，咱们造个铁房子都行。二叔，挖回去堆在哪里？用什么工具炼？炼出来的铁谁会打造成器？黑沙下次来看到我们营地里堆满了这种石头，你猜他会不会动心？这二叔脑子里除了钱就是一团浆糊。婉瑜，你说怎么办？第一，勘探，我们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挖，得摸清楚这片矿区的范围有多大，矿石的品位分布如何，哪里最容易开采。今天我们不挖矿，只走路做标记。第二，保密，这件事天知地知，我们自家人知，绝不能透露给黑沙，更不能让任何外人察觉。这是我们沈家安身立命的底牌，不是拿去换几袋粮食的普通货物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炼铁？炼铁需要3样东西：足够的燃料，也就是木炭；一个能承受上千度高温的窑炉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足够的人手。只靠我们3个，累死也挖不出多少。所以当务之急是先将这片铁山彻底摸透，制定出详细的开采计划，其他的一步步来。还是婉瑜你想的周到。行，二叔听你的，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总算把这头蛮牛拉住了。大哥二叔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沿着山坡边缘走，每隔100步做一个标记，先确定矿区的大致边界。好。什么东西？别动！这畜生好像是冲着铁矿来的。我来引开他，你们快退！不行，他速度太快，你跑不掉。是他，大哥，还记得来时路上的红珠草吗？它的味道，蛇类极其厌恶。记得。捏碎，涂在木毛尖上。有用。二叔，用斧背敲击旁边的石头，越大声越好。我的娘呀，这鬼地方真娘的邪门！婉瑜，你连这个都知道？以前在书上看到的杂技。看来这畜生还帮我们找到了副矿区。回去吧。婉瑜，又发现什么宝贝了？这不是石头。二叔，把火折子给我。二叔，把火折子给我。石头着了。这不是石头，这是煤，能烧出比木炭高几倍温度的露天煤矿。铁矿、煤矿，工业革命的2大基石，竟然以半生矿的形制，白白送到了我面前。
能烧的石头，那不就是钱吗？比木炭还厉害的钱！婉瑜、明州，咱们发了！铁矿、煤矿，这哪是流放？这是老天爷给咱们沈家送来一座金山，不是2座金山！咱们把这东西挖出去，跟盐一起卖给黑沙，不，咱们自己卖，1块盐换1袋米，那这1块能烧的石头，不得换1头牛回来？炼铁需要海量的木炭，光靠我们去烧，猴年马月才能凑够。可有这漫山遍野的石炭，一切都不同了。二叔，你再多笑一声，咱们全家明天就可以去海里喂鱼了。这东西比铁矿更重要命。黑沙那种人看到盐，他想的是分一杯羹，可如果他看到这片能燃烧的石山，你猜他会想什么？他不会再想跟你做什么3、7分的生意，他只会想着把我们全家杀光，然后独占这座岛，成为这片海域真正的王。我真是被巨大的利益冲昏了头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第一，保密。从现在起，关于石炭的每一个字都烂在肚子里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哥知，连父亲和母亲都要等回去之后，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再说。第二，伪装，立刻动手把这片地方恢复原样，用土盖上，用落叶铺好，不能留下一丝痕迹。第三，黑沙的船最多还有2天就到，我们必须在那之前完成初步的冶炼试验，并且准备好足够的盐。记住，我们和他们交易的永远只有盐。我心里竟然对他生出了敬畏。好，听你的，婉瑜，你说怎么干？二叔绝无二话。走，下山。回来了！怎么样？可找到了？怎么样？可找到了？找到了。父亲，请看，这便是那海图上标记的铁矿石。好，好啊！有了此物，我沈家便有了根基。大哥，何止是根基啊！这东西好得很。父亲，女儿有些关于开采和椰炼的初步想法，想单独与您商议。好，明州进行，你们也累了一天，先吃饭。婉瑜，可是还有别的发现？这是石炭。我读过《天宫开火》，清楚这种会燃烧的石头意味着什么。那意味着数倍于木炭的效率，意味着可以轻易达到冶炼金刚的温度，意味着攻城拔寨，意味着甲胄兵刃，意味着谋逆2字不再是悬在头顶的罪名，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。婉瑜，你可知你带回来什么？女儿知道，我带回了能让我们沈家在这片东海上真正站直腰杆的东西。此火能兴家，亦能灭族。从今往后，此事只有你我2人知晓，连你大哥和二叔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全盘计划，你明白吗？女儿明白。好。天宫开物记载，古法炼铁须铸高炉，以土为胎，以风为骨，以炭为魂。这才是顶级文官的底蕴，理论知识储备远超我的想象。父亲，炉高不必1丈，5尺即可。我们人手不足，时间紧迫，先建一座小炉，验证石炭的可行性。地点须得足够隐蔽。好，就依你。营地东侧有一处背风的凹地，3面环山，出口狭窄，海面上绝难发现。
对外就说为父要建一座陶窑，烧制些陶罐瓦盆以备过冬。记住，我们的目标永远只是多几个瓦罐。女儿明白。今日起，全家停下手中家务，合力办一件大事。我打算建一座陶窑，烧制些锅碗瓢盆，改善用度。大哥，烧那玩意儿干嘛？费时费力又不值钱。黑沙马上就来了，咱们不多晒点盐换粮食？闭嘴！目光短浅。盐能换锅，能换来装水的缸吗？能换来储存粮食的瓮吗？明州，在。你带着二叔按图纸所示，去东边凹地挖掘地基，清理场地。苏氏、刘氏，在。你们带灵宝去西边西堰旁，那里的泥土形令最好，尽量多挖些回来，和泥之用。婉瑜，你随我来。封章的制作最为关键，你心思灵巧，从旁协助为父。好。封相需用整张兽皮，不可漏气。为父来裁剪，你来缝制。大哥，你别说，这窑要是真能烧出瓦罐，咱们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。开始吧。大哥，拉风向。是铁栅。婉瑜，就是现在！神迹，这是神迹！从今日起，这件事只有我们3人知晓。若有第4人得知，便是沈家灭族之日。儿子明白。终于，核心团队搭建完成。一个人的秘密是武器，一群人的秘密才是事业的开始。起来吧，天亮之前抹去所有痕迹。什么？烧裂了？忙活了一整天，就弄出这么一堆破烂玩意儿？火候太大了，没掌握好，陶土的配比似乎也有问题。我就说这玩意儿不靠谱！大哥，听我的，别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了。黑沙的船今天就该到了，咱们赶紧多晒点盐，那才是正经买卖。住口！失败一次便不做了。我沈家人的骨气就是如此。二叔，父亲自有考量，你若有力气，不如去盐田多翻一遍。大哥这护短的姿态越来越熟练了。船来了，好大的黑船！来了！慌什么？明州去看看，其他人各司其职，和平日一样。婉瑜，你去把盐清点好，准备交易。是黑沙的船，2艘，比上次多了1艘，人也多了不少。沈大人，
别来无恙啊！看来这岛上风水不错，把您养的气色都好了几分。托船长的福，还活着，这不像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流放犯，倒像是在此安家落户了。看来沈大人是能人啊，短短10日就把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经营得有模有样。不知我们上次约好的货备得怎么样了？自然备好了，船长请看，上好的雪花盐足足500斤。哦，不错不错。500斤米，100匹粗布，外加10斤茶饼。按照约定3-7分，我们7你们3。这批货算我们交个朋友，给你们凑了个整。慢着，黑沙船长，我们的约定是以物易物，可没说这物的价值由你一人说了算。婉瑜，你胡说什么？快给船长道歉！这二叔关键时刻膝盖比谁都软。哦，那以姑娘之见，该当如何？我们的盐品质远超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任何粗盐，用它腌制的鱼干半月不腐，味道鲜美，这是独一份的价值，所以价格我们得重谈。船长这次多带了一艘船，想必不是来看风景的。东海之上能让船长如此看重，并且愿意加价的东西不多，我们的盐算一个。我小看这个小姑娘了，有点意思。那你说要什么价？55分。你做梦！船长可以拒绝，但这片海域能稳定产出如此精盐的只有我们，而需要用它来保存食物、拉拢人心、换取更多财富的是船长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55分，我黑沙就交你这个朋友，再加100斤米。不好，绝对不能被他发现端倪。沈大人真是好雅兴，流放至此，还有心思玩泥巴，让船长见笑了。闲来无事，想烧些瓦罐度日，可惜手艺不精，烧废了。哦，烧废了。沈大人，你这烧陶的窑用的是什么柴火？我读了半辈子圣贤书，却从未学过如何在一个杀人如麻的海盗头子面前撒谎。被发现了，黑沙比我预想的更敏锐，但我早有准备。船长好鼻子，这东西我们管它叫黑臭石。岛上风大，木柴多半潮湿。我父亲想烧几个大陶瓮用来装盐防潮，便去东边山坳里捡了些这种黑石头。谁知这石头烧起来火势极猛，却冒出一股刺鼻的毒烟，火候没控制住，陶瓮全炸了。我二叔还差点被那毒烟熏得背过气去。沈大人，读书人就是异想天开，这玩意儿在海上叫毒火石，烧出来的烟能把一船人都毒瞎。你想用它烧窑，简直是找死！让船长见笑了。流放至此，物资匮乏，也是病急乱投河。500斤盐换这些，半个月后我再来，到时候我要1000斤盐。我的娘呀！老子刚才以为脑袋要搬街了。刚才那一刻，我这个当朝御史一家之主束手无策，而我15岁的庶女却用几块废陶片和几句真假参全的谎言，硬生生把全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婉瑜，没吓着吧？那海盗凶神恶煞的，你怎敢往他跟前凑？母亲，我没事。姐姐喝水，姐姐刚才连黑沙都不怕，姐姐最厉害。只要黑沙刚才敢拔刀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把木矛捅进那海盗的喉咙。我白天虽然参与了拉风缸，但此刻亲手摸到这块冰冷的金属，那种震撼依旧无以复加。黑沙要1000斤盐，靠我们现在的手工晒盐，半个月内绝对完不成。所以我们需要工具，铁锅、铁铲、铁斧。有了铁锅，就能煮海熬盐，效率10倍于暴晒；有了铁铲和铁斧，就能大规模开荒，甚至建造更坚固的防御工事。但这块铁还太脆，杂质多只能算生铁。我们需要建一座真正的锻造炉，
不仅要炼铁，还要打铁。我来劈柴，我来砸矿。好，黑鲨以为我们用的是毒火石，这反而给了我们掩护。从明天起，二叔带人在营地晒盐做样子，我们3人去山坳打出沈家的第一批铁器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半个月1000斤盐，这要是干不成，黑鲨那沙才可不会跟我们客气。到时候别说吃肉，汤都没得喝。这1000斤得晒到猴年马月去。少废话，多干活。大哥说了，只要咱们把盐备足，他就有办法让那废窑重新开火，给咱们烧出铁锅来。有铁锅就能煮盐，到时候效率快10倍。起火！就是现在，翻炒！可以了，出炉！婉瑜，退后！断！断！飞过夜空，让栀子停！成了。妹妹，接下来做什么？刀还是斧头？都不是，我们现在最缺的是铁铲。用铁铲翻1天盐田，比得上我们全家用木矛和石片干3天。有了它，1000斤盐才不是空话。好，就做铁铲。神器，这才是真正的神器啊！有了它，何愁盐田不兴，何愁家园不顾？天黑前，我们还能再打一把。好。难道是二弟跟过来了，还是有野兽？谁？姐姐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好吃的？明宝，谁让你来这里的？滚回去！父亲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此刻任何的恐吓和隐瞒，都只会在这个12岁的孩子心里埋下怀疑和恐惧的种子。明宝，我们不是在做吃的，这些是能让我们家以后顿顿都有肉吃，能让姐姐给你换新衣服，能让二叔不用再看海盗脸色的宝贝。宝贝？对，是只属于我们沈家人的宝贝。这个宝贝的秘密，只有大伯和你明州哥知道，因为只有最勇敢、最值得信赖的沈家男子汉，才有资格守护它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所以从今天起，你也成为守护这个秘密的男子汉，对任何人，包括你多娘，都不能泄露半个字。姐姐，我是男子汉，我能守住秘密。父亲，从今日起，明宝便是我们断炉的第4个守护者，负责在山坳外围放哨，为我们预警。婉玉的心思如此缜密，手段远超我的想象。沈明宝，你可对天起誓，今日所见若泄露半字，天打雷劈。我起誓，若今日之事泄露出去半个字，
当受天打雷劈。好了，明宝，咱们回去吧。